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全。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正悄悄发生在您腿上，却被很多人忽略的健康警讯。您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小腿上是不是开始冒出一些细细的像蜘蛛网一样的青筋，或是更严重的，有一些血管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鼓了起来？我们常常把这个叫做浮脚筋，觉得年纪大了这很正常嘛，顶多就是不好看嘛。如果您也是这么想，那福全今天一定要大声地提醒您，千万不能轻忽，因为这个看似无害的浮脚筋，也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静脉曲张，如果放着不管，最严重的后果可能会在血管里形成血块，也就是血栓。这个血块如果跟着血液跑到肺部，就可能造成致命的肺栓塞，引起心肺衰竭，甚至会夺走我们的生命。这绝对不是福全我在这里危言耸听。根据统计，在我们台湾每10个人当中，就有将近4个甚至更多的人有静脉曲张的困扰。尤其是那些需要长时间站着或坐着的朋友，像是为了我们下一代在学校里站一整天的老师们，在医院里来回奔波守护我们健康的护理师天使们，还有那些在飞机上服务大家的空服员，甚至是我们自己退休在家喜欢打打麻将看看电视，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这些通通都是高风险族群。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福全我先跟各位好朋友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几年前，我太太的腿就老是跟我抱怨说下午脚就肿起来了，又酸又胀，晚上睡觉还特别容易抽筋。我一开始也没当回事，就跟她说，哎呀，是不是白天走路走多了，累了休息一下就好。直到有天下午，太阳光照在她腿上，我才清楚看到她的小腿肚上那些青色的血管变得好明显，一条一条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才警觉到这事情不单纯。也就是从那天起，我才撩下去，真的花时间去图书馆，去问一些懂中医的朋友，认真研究这个浮脚筋的问题。我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跟它潜在的危险，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太多了。也因为这样，我才整理出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些不用花大钱，在家就能自己保养的方法。好，故事说完了。现在福全想先问问正在看影片的您的双腿是不是也经常在下午或傍晚的时候感觉特别酸、特别肿、特别胀，甚至皮肤会有点发痒？晚上睡觉的时候，明明没做什么，小腿却突然就抽筋了。如果您有这些状况，那就要注意了。这很可能就是静脉曲张发出了第1阶段警讯。很多人觉得这些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其实这正是我们的身体在跟我们求救啊！如果我们不理它，接下来就可能进入第2阶段。您会发现腿上的青筋变得越来越粗，越来越凸，像一条条蓝紫色的蚯蚓爬在您的腿上。不止难看，您的双脚也会更容易水肿，沉重的像绑了铅块一样。再到最严重的第3阶段，那就更麻烦了，因为血液长期堵在下面，皮肤会因为得不到营养而开始变色，变得又黑又硬，摸起来像大象皮一样。再严重下去，甚至会瘙痒、脱皮，最后造成皮肤溃烂，伤口很难愈合，也就是我们听过的老烂腿。那种痛苦，光是想象就让人不寒而栗。所以您看，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血不是应该要流回心脏吗？怎么会卡在脚那里呢？要了解这个，
福全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您一听就懂。您可以把我们腿上的静脉血管想象成一栋很大的大楼里面的自来水管，我们的心脏就像一楼的抽水马达，要很努力地把血液，也就是水，从脚底送回到顶楼的心脏。因为要对抗地心引力，所以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为了帮助血液顺利往上流，我们的静脉血管里面天生就设计了一样很巧妙的东西，叫做静脉瓣膜。这个瓣膜就好像是安装在水管里每一层楼的止逆阀。当心脏和腿部肌肉一收缩，把血液往上打的时候，这个止逆阀就打开，让血液通过。当心脏和肌肉一放松，这个止逆阀就马上关闭，防止血液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又倒流回下面去。那静脉曲张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我们年纪大了，瓣膜老化了，弹性疲惫了，或者我们长时间站着、坐着，腿部肌肉没在动，血液一直压在下面，久而久之就把这个止逆阀给压坏了、压松了。那静脉曲张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我们年纪大了，瓣膜老化了，弹性疲惫了，或者我们长时间站着、坐着，腿部肌肉没在动，血液一直压在下面，久而久之就把这个止逆阀给压坏了、压松了。极逆阀一旦坏掉，关不紧了，那后果您可想而知。血液就会开始倒流，淤积在下面的血管里。血管被越积越多的血撑大、撑胀，就变形、扭曲，最后就从我们的皮肤表面浮现出那些难看的青筋了。这就是静脉曲张的根本原因。这是西医的看法，非常清楚。而我们老祖宗的中医看这个问题的角度也很有智慧。中医师认为，静脉曲张主要有2大原因。第一种叫做寒气太重，什么意思呢？中医讲寒主收引，天气冷的时候，东西是不是都会缩起来？我们的血管也一样。如果我们体内寒气太重，或是常常吃冰凉的东西，我们的血管就会收缩紧绷，血液循环自然就变慢了。就像冬天的河流，水流缓慢，甚至会结冰一样。这种体质的朋友啊，通常就是我们说的冷底，不只是手脚，连肚子摸起来都可能是凉凉的，特别怕冷，夏天在冷气房里都要加一件外套，排便也比较不成形，容易稀稀的，这就是寒气凝滞，让血液走不动了。第二种叫做气血太虚，如果说第一种是路不通，那这一种就是车没油了。中医说气为血之帅，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如果我们气血不足，身体的能量不够，那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脚底的血液顺利推回心脏。这种朋友啊，通常整天都觉得好累，明明睡饱了，还是想打瞌睡，稍微动一下就喘，爬个2层楼梯就上气不接下气，脸色看起来黄黄的、白白的，没有血色。有时候蹲下去再站起来，还会头晕眼花。这就是身体的能量不足，推力不够，血液当然就淤在下面了。听到这里，您不妨对照一下，您觉得自己比较偏向寒气重还是气血虚的体质呢？欢迎您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您的观察，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哦。搞懂了原因，我们才能对症下药。但问题就来了，很多人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福全要跟您分享一个很常见的状况。很多人发现自己双腿肿得跟面龟一样，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我的肾是不是出问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跑去看肾脏科。当然，腿水肿跟肾脏确实可能有关系，看医生检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检查出来肾脏没问题，您就要高度警觉了。
这个水肿很可能就是静脉曲张在发出严重的警报。如果这个时候您还以为只是普通的疲劳水肿，没有去找心脏血管科或相关的专科医师，那就可能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机。所以不要再把脚水肿跟肾脏问题画上等号了。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记得也要把静脉曲张这个可能性考虑进去。好了，讲了这么多问题的严重性和原因，大家一定很想知道，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难道只能等着挨刀动手术吗？别急，福全这就来跟您分享我研究了很久，也亲身试过，觉得非常有效的一套居家保养方法。这套方法结合了我们中医的传承智慧，主要就是一泡一方，一按一穴，非常简单，但效果却出奇的好。首先就是泡脚，泡脚的好处，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但我们要泡得更专业、更有效。福全跟您分享一个中医师朋友传授的4物暖腿方。您去中药房跟老板说您要抓这4样药材。第1样桂枝15公克，第2样芍药10公克，第3样干姜大概5片，第4样甘草5公克。为什么是这4样呢？福全也帮大家问清楚了。这4味药材搭配起来，就像一支分工合作的军队。首先是桂枝，它是开路的先锋官，它的药性是辛温的，主要作用是温通经脉，就像个小太阳，能把我们血管里的寒气赶跑，让血液的通道暖起来、通畅起来。接着是芍药，它是我们的后勤补给官，负责养血柔肝。血管的道路通了之后，要有足够优质的血液去运行。芍药就是补充这个血的，同时它还能放松、缓解肌肉的紧绷，所以对于改善抽筋特别有帮助。再来是干姜，它是桂枝的好兄弟，可以看作是火力支援部队。它的暖性更强，能深入我们身体内部，把更深层的寒气也逼出来，是温中散寒的大将。最后一位是甘草，它是整个团队的调和大使，负责调和诸药。它的药性甘平，能让前面3位猛将的药性变得温和，不会太过燥热。同时，它本身又能补气，确保整个方子温和有效，又不伤我们的身体。您看呢，老祖宗的智慧是不是很厉害？药材准备好了，用法很简单。把这些药材装进一个布包里，放进锅子，加水煮滚后，再转小火煮个10分钟，让药效充分释放出来。然后把煮好的药汤倒进泡脚桶里，再加入适量的温水，把水温调到大概摄氏40度左右。这个温度很重要，就是您脚放进去，感觉到很温暖、很舒服，但又不会烫伤的程度。水位的高度最好能淹过您的小腿肚。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泡个15到20分钟。泡的时候，您会闻到一股淡淡的温暖的药材香气，感觉到一股暖意从您的脚底慢慢的传遍您的整个小腿，甚至是全身。那种酸胀感好像被这温暖的药水一点一点地融化掉了。泡完之后，记得把脚擦干，穿上袜子保暖。这里要特别提醒，如果您的脚上有伤口、有破皮，就先不要泡，等伤口好了再说哦。泡脚是第1步，接下来是更关键的第2步，一按一穴。我们的小腿上有一个对付静脉曲张、水肿、抽筋的特效穴位，叫做承山穴。这个穴位非常好找。来，现在请您跟着福全我一起做，试着把您的脚尖点起来，对，就像要拿高处柜子的东西一样。好，现在用您的手去摸摸看您的小腿肚，
是不是感觉到肌肉的下方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人字形的凹陷？就在那个人字形凹陷的正中央，您用大拇指按下去，会感觉到有点酸酸、胀胀、麻麻的那个点。恭喜您找到了，那就是我们的宝贝穴位承山穴。承山顾名思义，就是承受我们身体像山一样重量的地方。所以刺激这个穴位可以非常有效地强化我们小腿的气血循环，改善水肿和静脉曲张。更棒的是，这个穴位还有理气止痛的功效，对于缓解小腿抽筋效果非常显著。甚至因为它位在膀胱经上，常常按压，对于帮助我们顺利排便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哦。最好的按摩时机就是在您刚刚泡完脚，全身血液循环的时候。您可以坐在椅子上，用您的大拇指一边深呼吸，一边对着承山穴由轻到重的按压，按到有酸胀感之后，停留个5到10秒，再慢慢放开。这样一边一边的交替按，2只脚各按个5分钟左右。这个泡脚方和承山穴就是我们从根本上调理静脉曲张的2大法宝。只要您能持之以恒，每天花个半小时爱护您的双脚，福全相信您一定能感觉到明显的改善。这个治本的方法学会了，我们也要治标。接下来，福全再教您2个超级简单，您在家里看电视、看报纸的时候，随时都能做的腿部小运动。这2个动作的目的，就是要活化我们的小腿肌肉，让它扮演好第2心脏的角色，主动把血液往上挤压，送回心脏。第1个动作叫做垫脚尖、垫脚跟。很简单，您可以找一个稳固的椅子或桌子，用手轻轻扶着，确保安全。然后吸一口气，慢慢地把您的脚尖垫到最高，感觉您的小腿肌肉整个都收紧了，停留2秒钟。接着吐气，再慢慢地把脚跟放下来。放下来之后，换成把您的脚尖往上翘，用脚跟折地，感觉小腿前侧的肌肉被拉伸。这样一上一下算1次，我们做个10次为1组，每天做个2、3组。第2个动作叫做抬腿勾脚，这个更轻松。您就坐在椅子上，腰杆打直，先把您的右脚抬起来，与地面平行。然后用尽全力把您的脚板往身体的方向勾，也就是勾脚尖的动作。您会感觉到整个小腿后侧的肌肉都被拉得紧紧的，停留大概10秒钟，然后再把脚板往下压，这样重复个几次，再换左脚。这个动作对于长时间坐着办公或打牌的朋友特别有用，可以立刻舒缓腿部的肿胀感。这2个动作都非常温和，重点不在于做得多快多用力，而在于持续，把它变成您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就像每天要刷牙洗脸一样。最后，关于静脉曲张的保养，福全还要破解2个大家常常会做错的迷思。第1个迷思，抬腿是不是要抬得越高越好？很多朋友晚上睡前喜欢把脚靠在墙上，抬得高高的，甚至跟身体成90度，觉得这样才能帮助血液回流。福全要告诉您，这是错的。当您把腿抬得太高，超过心脏太多，反而会压迫到您腹股沟的血管，阻碍血液的回流，效果适得其反。正确的做法是，躺平之后，在您的小腿下方垫一个枕头，或者把棉被折一折，让您的双脚略高于心脏，大概15度角就可以了。大概就是1个枕头的高度。就这样放松的抬个15到20分钟，效果是最好的。记住，不是越高越好，角度对了才有效。第2个迷思，穿弹性袜是不是就能高枕无忧了？
弹性袜是预防和缓解静脉曲张的好帮手。没错，它能从外部给血管压力，帮助血液回流，但是它绝对不是万能的。很多人以为穿上了就没事，甚至连睡觉都穿着，一穿就是10几个小时，这也是非常危险的错路。长时间穿戴过紧的弹性袜，反而会严重影响我们腿部的正常循环。原则上，弹性袜是在我们白天需要久站或久坐的时候穿，提供辅助。回到家晚上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脱下来，让我们的双腿能够好好的放松呼吸。好了，今天福全跟各位好朋友分享了这么多，从认识静脉曲张的危险，到它的成因，再到我们居家的一泡一方、一按一穴，还有2个简单的小运动，以及破解2个常见的迷思。希望这些内容对您有实实在在的帮助。福全想在最后跟大家说，静脉曲张它是一个可以预防也可以缓解的问题，它就像我们的老朋友一样，您关心它，它就好好的；您不理它，它就跟您闹脾气。关键就在于我们每天这一点一滴的持之以恒的日常保养。如果这支影片对您和您关心的家人朋友有帮助，福全拜托您一定要帮我按一个赞，并且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的是，别忘了按下订阅，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福全会继续分享更多我亲身验证过、实在管用的健康方法，陪着大家一起健康假拜2。哦，对了，您知道的，像这种我们用心整理出来的实用健康知识，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很快就看不到了。我建议您先按赞收藏，方便以后随时想看才找得到。我是福全，我们下次见。